凯乘杨子高能对峙戏背后的秘密，一场彻底即兴的情感崩溃与灵魂碰撞。从故事到现实，戏里戏外的双重碰撞。都市情感剧《承环记》自官宣以来，便以强烈的话题度和独特的叙事风格吸引了无数观众。而剧中那场爆裂对峙，更是直接让徐凯和杨子双冲上热搜。这场戏的背后，不仅仅是台词和走位的精彩配合，更是一场完全即兴的情感爆发，不按剧本走，却震撼全场。徐凯，那个曾经被标签为偶像派的男演员，如今以真实、细腻、充满力量的表演，一步步走进了观众的内心。而杨紫，这位从童星一路走来的实力派演员，再次用她极强的共情力，把一个女孩从信任到崩溃的全过程诠释得让人揪心。这一切正是高能对峙戏背后的最大看点，一场意外带来的灵感迸发。在影视剧拍摄现场，即兴表演并不是一件常见的事。每一场戏通常都有完整的剧本、详细的分镜和精准的节奏控制。然而，《承环记》里那场办公室对峙戏的诞生，却是一次彻底的失控。导演给徐凯和杨紫的唯一指令是，把对方当成你生命里最信任、最依赖，但同时也最让你痛彻心扉的人。这样模糊又充满情绪张力的引导，给了两位演员极大的自由度，但也推着他们走向了表演极限的深渊。徐凯没有按剧本走，他甚至来不及回顾自己的台词。那个时刻的他，不再是演员徐凯，而是姚志明，一个把全部人生赌注压在自己理性算计上的男人。他的每一句质问，每一个皱眉，都是下意识的情感反应，背后带着成长的伤痕和压抑已久的恐惧。而杨紫呢？她同样没预演，她只是站在那里，看着眼前那个她信任、依赖，甚至已经视为亲密之人的姚志明，突然变成了陌生的对手。她的反抗、愤怒、质问和绝望，全都是灵魂层面的本能回应。正因为没有剧本束缚，他们的情绪更真实，甚至连导演都屏住呼吸，不忍喊停。观众看到的是一场从灵魂深处燃烧出的情感海啸，不是表演，而是角色带着他们走进了真实人生的痛苦和挣扎。真正打动人心的，从来不是华丽台词和精致走位，而是那些毫无保留的情感真相。徐凯的双面人生，从少年到演员。徐凯的人生从来不是童话，他从一个普通家庭走出来，没有耀眼的背景，没有天生的光环，甚至连一口标准普通话都说不流畅。少年时期的徐凯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透明人，他胆小内向，害怕在人群里开口说话，更别提站上舞台成为众人焦点。但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不安与自卑，让他格外珍惜每一个机会，也让他在进入娱乐圈后比任何人都拼命。徐凯的早期拍摄经历充满了尴尬与挫败，他不会走位，不懂如何跟摄影机对视，不知道如何调动情绪。第一场哭戏，他憋了半个小时，眼泪都挤不出来，被导演狠狠训了一顿。可那一次训斥没有把他打倒，反而成了他心里一根永远绷紧的弦。他开始观察每个演员的呼吸、走位、语速、节奏，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，他都偷偷记在心里。别人花2小时背剧本，他花整晚揣摩角色；别人喊卡就松气，他每次拍完都会反复回看监视器，琢磨哪里还可以更真。正是这样的笨功夫，让徐凯一点点撕掉了偶像剧里单薄的标签，走向了真正的演员身份。他的成长没有捷径，没有所谓的天才降临，只有在每一次自我否定和痛苦重建中，一点点摸索属于自己的表演路径。姚志明这个角色，对徐凯来说，不是一次普通的演绎，而是一次赤裸裸的自我剖析。他把自己曾经的自卑、恐惧、逞强、渴望全部投射在姚志明身上，让角色成为他人生某种程度上的替身。所以，姚志明的每一个微表情，每一丝犹豫和挣扎，徐凯都懂，因为那就是曾经的他自己。角色共振，姚志明的影子。演《承环记》中的姚志明，徐凯几乎是剥开了自己的壳，把他最真实的恐惧、最深的自卑，全部藏进了这个角色的每一个细节里。姚志明和徐凯有着惊人的共性，他们都来自并不完美的原生家庭，
都习惯把脆弱藏在毒舌和冷漠背后，都在不断自我否定和自我重建中，学着如何与世界和解。所以徐凯说，姚志明不是我演出来的，是他带我走回了自己的成长轨迹。杨紫的共情魔法。杨紫之所以被称为共情天花板，不是因为她的演技炫技感有多强，而是她的情感触角能精准感知每个角色、每个对手演员隐藏最深的情绪波动。她的表演从来不是单向输出，而是与对手演员共同构建的一场心灵对话。这种能力让她在任何搭档面前都能快速建立起独特的情感通道。拍《承环计》这场对峙戏时，杨紫完全没有提前准备的痕迹，她甚至刻意让自己忘掉台词，只留下一种纯粹的感受。她是麦承环，她信任、依赖徐凯饰演的姚志明，她在这个男人面前卸下所有防备，任由他进入她的生活、她的家庭、她的未来。而正因为这种信任感被建立得无比真实，当姚志明突然翻脸，把麦承环推向背叛深渊时，那种由信任到崩溃的情感巨变才会如此撕心裂肺。杨紫的情感共振力来源于她自己的人生体验。童星出身的她，从小就比同龄人更早接触成人世界的复杂与冷暖。她懂得信任的珍贵，也懂得信任崩塌后的绝望。而正是这些真实的人生感知，让她在每一场戏里都能找到最贴近角色的情感脉络。他不会刻意设计爆发点，也不会为了催泪而催泪，他只需要站在那里，感受对手的每一个呼吸，每一丝眼神波动，就能找到那个让他泪崩的精准瞬间。这种天赋与人生阅历共同铸就的共情魔法，是杨紫最可贵的演员天赋。他让对手演员安心，更让观众相信，屏幕里的他不是演戏，而是活成了角色本身。灵魂对决，现实题材的巅峰一役。都市剧拍得多了，观众总觉得千篇一律，但《承环计》不一样，它不歌颂完美爱情，不神化男女主角，它把普通人最真实的痛、最难面对的家庭羁绊、最无奈的人生选择一一呈现出来。徐凯和杨紫的这场对峙，不是为了制造噱头，也不是为了吸眼球，它是整部剧情感线的最高点，是角色成长的临界点。这场戏拍完，监视器前的导演和编剧全部沉默。徐凯和杨紫对视了一眼，没有说话，却都红了眼眶。他们知道，他们创造了属于自己，也属于这个时代的经典瞬间。徐凯的野心与未来。拍完这场戏后，徐凯对未来的目标更清晰了。我想挑战更多现实题材，我想演更多不完美的人。那些在生活泥沼里挣扎的人，那些被偏见裹挟的人，那些在成长中不断自我和解的人，都是徐凯想去探索的角色。因为我知道每个人的成长都不容易，也许我能用角色帮观众找到一点点共鸣和力量。演员的终极浪漫。杨紫说，演员最浪漫的事，不是红了多久，而是用作品和角色真正走进观众的生命里。承环计对他来说是一场特别的冒险。他挑战了自己从未尝试过的情感层次，也找到了那个曾经被遗忘的最纯粹的表演初心。致敬每个不完美的我们。徐凯和杨紫的这场高能对峙不是偶然，它是两位演员用成长和经历交出的诚意答卷。他献给每一个在现实生活里挣扎过、失望过、崩溃过，却依然渴望被理解、被爱、被温暖的人。如果你也曾在生活里跌倒过、痛哭过、怀疑过自己，那么请一定不要错过承环计。徐凯和杨紫的每一个眼神，每一次对峙，都是我们所有人生命里某个瞬间的缩影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故事，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我们的频道。留言告诉我们你最喜欢徐凯和杨紫的哪场戏，或者你人生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对峙经历。我们下期再见。